这个 App 的核心目标就是能够让大家一站式的完成所有行为面试的练习。一共刷了300题，系统面试准备的完美无缺，好不容易拿到理想公司的面试，最后没有拿到 offer。问题可能就出在行为面试。嗨，大家好，新年快乐，好久不见，我是 Nolly。今天的影片我要来教大家怎么准备好 Behavioral Question Interview 行为面试。那开始之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过去在台湾做过行销业、社群顾问业、金融业，目前人在美国的科技业做软体工程师，基本上有面试的都有拿到 offer， 不是靠我天生会说话，而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套方法。如果你正在准备面试，这支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会告诉你从STAR 法则如何用 AI 加速准备反向行为面试，以及那些面试官可能不会告诉你的潜规则。首先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行为面试这么重要。很多人以为行为面试就是简单的聊聊，再次的确认一下你履历上的资讯，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面试官在行为面试中不只是在听你讲故事，他们其实是在透过你的故事评估2大核心维度。第一点，他们会评估你的行为模式还有文化契合度，也就是所谓的 cultural fit。他们会判断你是不是拥有一些这家公司目前成功的一些历史行为模式，以及你的故事是否有展现出这家公司注重的人格特质，以及你处理压力、解决问题还有学习能力等软实力。那面试官关心的不是你一次性的成功，而是这样子的行为有没有在你的职涯中有不断的重复性。第二个维度他们会看的就是你的职位等级，他们会确定你过去的经验以及你的行为模式符不符合你现在要应征的职位等级。那你在准备面试的目标就是你要触发这些评分点。在 AI 时代，这些软技能反而变得更重要。比方以 Entry Level、Junior Level 的 Software Engineer 来说， AI 可能可以帮你写 code， 但是它没有办法帮你跟团队沟通，不能帮你解决人际冲突，也没有办法在压力下帮你做正确的决策。那以 Senior 或者 Staff 的角度就更不用说了，你的影响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跨团队协作能力，甚至是 Mentorship 都是 AI 无法取代的。也因此在行为面试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展现出自己拥有这样子的软实力。那接下来进入重点，要如何准备行为面试？如果你能够照着做，保证能够在面试里面脱颖而出。那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是打开你的笔记，任何笔记去回想你的过往经验。我推荐大家想3到5个跟以下主题相关的黄金故事：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压力管理、自主学习以及创新经验，把它们通通写下来。那什么是 Golden Story 呢？在写故事的时候，你要确定你的故事是具体、可验证、有细节，并且每个故事能够包含到我上面提的这5个主题的至少其中3个，并且确定你的故事内容是符合你的面试 level 的。那如果是 entry level 的工作，我会建议大家写你的学习能力、你问题解决的能力、你在导师指导下成长的那个潜力。你只需要准备3到5个，然后把它们练得滚瓜烂熟，你就可以面对大部分的面试问题。那记住，你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写得很 general 很模糊。比方说我曾经在一个团队工作，或者是我大学的时候解决了一个问题。正确的做法是你在写故事的时候，你可以问你自己5WEH 作为你之后回答问题的素材。记得就是越具体越好，会帮助我们后面的步骤比较好进行。要记得面试官他们要看的是重复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虽然故事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换汤不换药，你要在这些故事里面都展现了某一种特质，那也就是我前面讲到的那3到5个主题，尽量的让他们重复的不断的出现在你不同的故事里。你也要有心理准备，面试官其实是会追问的。这个在面试技巧里面叫做 opportunistic questioning。比方说你在你的故事里面写我优化了资料库的查询速度，那面试官可能会追问具体是怎么优化的，你是怎么发现 bottleneck， 优化前后的性能差异多少，团队里面的其他人对你的解决方案有什么样的反应，正向负向任何评价。也因此就是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要记得非常具体非常 detail， 不能只是表面功夫随便写写。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常见的面试问题，这边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根据我多年的面试经验，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他们大部分是 decouple from each other 的，所以根据其中一个问题，你就可以练到特别某一个方向的题目，这样准备起来会更有效率。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 AI 来产出 STAR 格式的回答。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 STAR 的话，这边简单科普一下。STAR 是一种很有效的结构化回答方法，不管你是在写履历或是你在面试中的对答，它都能够清晰的帮助你展现你的
过往经验。S 指的是故事背景情境， T 是你当时要完成的任务， A 则是详细描述你采取的行动，以及最后的 R 阐述结果和影响力。在时间上面的比例，我会建议大家抓1:1:3:2，其中你可以看到 A 和 R 应该是你要花最多时间的地方，而且要强调是你的个人贡献，而不是整个团队一起做了什么事情。在了解 STAR 法则是什么之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要选择你喜欢的 LLM 去下一个 prompt。那基本上这个 prompt 就是在说我想要改写我的故事，依照 STAR 法则放更多的重点在 action and result。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够非常有效率的拿到一个大概有80分的底稿。那至于为什么才80分呢？因为我们还需要下一步。第4步我们要做的是融入公司文化关键字，这一步能让你从合格变成 culture fit。那以 Amazon 为例，他们有非常著名的16条 leadership principles， 面试官会根据这些 principles 来给你打分数。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在这个阶段去研究这16条 leadership principles 到底在说什么，再来我会去挑，就是在这16条里面有哪一些关键字是符合我前面写好的这个故事，然后我再用 AI 把我前面那个80分的底稿很快的改成接近100分。举例来说，我可能会下这样子的 prompt， 然后 AI 就可以帮我把很简单的叙述改成符合公司文化的内容。那为什么 culture fit 在这种国际级的大公司非常重要呢？我在实习的时候其实有问过我的 mentor， 当时得到的答案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主要是在全球化的科技公司里，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习惯不同，这时候公司的文化就是算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语言系统，不只是一个价值观的宣示，其实也是团队协作的效率工具。那举个例子，当我们说 customer obsession， 在 Amazon 的文化底下，每个人都能够立刻的了解这是什么样的标准以及期待，不需要有额外解释，也不会有太多的误解。这种 cultural encoding 能够让跨国跨时区的团队减少沟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公司其实不只在找有能力的人，而是能在这个文化系统下发挥最大价值的 team player， 因为它能够直接的影响你跟其他的团队是不是能够高效无缝的合作。接下来第5步 highlight 关键字，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记住关键点，而不是去背诵整个文章。毕竟题目的包装可能会不同，但是它的核心是一样的。那好的关键字有哪些条件呢？第一个是有明确的数字，比方说你的 project 帮整个部门节省了 20% 的时间，再来是有惊人的影响力，符合你面试的 level 以及 cultural fit。这些关键字必须是具体的、可验证的，而不是一些模糊的形容词。记住，你要在 STAR 的框架下提到这些关键字，而不是就是直接把整篇文章硬生生的背下来。最后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练习再练习。那我自己的做法有蛮多的。首先第一步是我会对着镜子练习，我要看到我自己的肢体语言，我的面部表情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同事。第二步我会做的是录音的回放，找出我可以改进的地方，比方说前面说的我有没有按照1:1:3:2，我有没有把关键字都自然的带出来。第3步我可以用 app 或者实体的 flashcard 把题目列下来，走在路上没事的时候，我就随机的考我自己不同的问题，然后想办法从我的大脑里面翻出那3到5个故事来回答。那最后一步我会做的是找真人模拟面试，包含找学长姐、找同学、找 TA。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帮忙，你也可以找 AI， 或者是你可以找我帮你面试。那相较于 coding interview， 我觉得 behavior question 是比较好准备的，因为你完全可以掌控你希望面试官听到什么。练习的重点就不是背诵，而是确保你能够自然的、具体的、有逻辑的去描述你的过往经验。像我来美国准备英文面试，会想说我英文没有很好，应该怎么办？在这边我鼓励大家，我觉得英文行文面试跟英文能力完全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面试官会问的其实就是那些常见问题以及你的履历。换句话说，这是有范围的，你不需要能够流利的讨论哲学、文学、天文、地理，你只需要能够清楚的描述你自己的过往经验。面试的重点是能够清楚表达你的想法，而不是用一些很华丽的词藻。那我自己的英文也不是母语水平，但我在准备面试的时候，我会针对我那3到5的故事，不断反复的练习怎么去描述它。有需要你也可以提前准备好一些万用句子，比方说以下这几个句子我觉得都蛮实用的，大家可以截图存起来。那相信我，如果你能够照着今天的方法练习，面试官不会在乎你有没有犯一些文法错误，他们在乎的是你的经验、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英文有多完美。好，那作为 bonus， 我们来聊一下常常被忽略的反向行为面试。什么是反向行为面试呢？就是面试的最后，面试官通常会问你，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想问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过场或是一个礼貌性的问题，就随便乱答。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你展现你的技术、你的兴趣，还有跟面试官建立连结的大好机会。我自己在选择反向行为面试的问题，主要有3大逻辑。第一个是能够提问引发共鸣的问题，比方说通常在面试的开头，面试官会自我介绍嘛，他们会说我是
在 machine learning team， 主要平常写 Python 做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在反向行为面试的时候，我就会投其所好的跟他聊天，不是真的乱聊，而是我会透过我的问题让他知道我也懂 Python， 我也懂 machine learning。尤其是前面如果那3到5个问题刚好没有提到的话，这就是超好的加分机会。那如果我还是学生，我可能就会说，我下学期刚好要选2堂 machine learning 的课，比方1堂是理论，1堂是实作，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选哪一堂。那以你的经验来说，你会怎么推荐？基本上这就展现了你的好学程度，然后因为跟面试官有共同的话题嘛，可以让这个对话延续的更久。第二个逻辑，我会想办法用提问显示我对大局的专注。比方说，我知道很多人面试的时候，最后的问题他会问说，哦，你平常的日常工作大概是怎么样？这个问题没有不行，但基本上你能够得到回答，要么是 very personal， 要么就是非常的模糊。如果是我问的话，我可能会问说，这个团队、这个公司目前3年的计划，或者这个团队在公司的长期发展下是占什么样的角色？其他类似的问题，比方说公司团队目前遇到最大的技术挑战是什么？公司对于这个职位。第3个逻辑，我通常会问公司的团队合作相关的文化还有模式。这边小小的心机就是，我认为问这样子的问题能够让公司知道说你是一个 team player， 然后你很在乎怎么在团队里面一起跟大家解决技术难题。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个 session 就是要好好利用，它是一个很好的加分机会，可以透露出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你重视的一些 value， 就是让面试官可以多写一点关于你这个人的好话。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命运是怎么被决定的呢？面试结束后，通常不会是面试官一个人决定要不要 hire 你，而是他会首先写下他的评估报告，根据公司内部的 rubrics 帮你打分，再来是会去参加 debrief， 比方说跟其他 HR 或者是 hiring manager 讨论整个面试的情况，然后最后他们会在光谱上面给你一个从 no hire 到 hire 的一个定位。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必须了解，答案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一个光谱。假设说你的技术面试面得很烂，你的行为面试面得好，是有机会可以拉你一把的。因此行为面试绝对不是只是过个场，请大家要好好的准备。那接下来进入快问快答的部分。首先一个问题通常要回答多久？如果是一个非针对你个人经验的回答，可能1到2分钟，然后如果是针对你履历上或者针对个人经验的回答，大概3到5分钟，因为加上所有的 follow up 一题差不多10分钟。那如果你发现你讲了5分钟的故事还没讲完，可能就是不小心讲的太细节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一下你的稿，把有一些细节特别的留一手，让面试官在他后来的 follow up question 里面去问。那如果在面试的时候你观察到面试官反应可能有点走神，有点不耐烦，就可以赶快 wrap up 回答 result 的部分。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回答 Tell me a time when you fail， 这是一个高频题。那我个人的回答逻辑就是选择一个不可抗力导致失败但是有改进空间的原因，并说明你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进。那重点就是不要选让面试官会怀疑你能力的那种失败，要展现你从这个失败中学到了什么，具体的说明你采取了哪些改进措施，以及最重要的是展现你的 growth mindset。那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回答就是我会说，我有一个产品的 deadline 要到了，但是我在那个 deadline 到之前我突然发高烧得流感，然后我真的没办法工作，那我最后 miss 了那个 deadline， 所以我失败了嘛。但是我可能在我知道我没办法如期交付的时候，告诉我的 stakeholder 这个风险，告诉我的主管，然后交付我的同事，跟他们说他们可以先帮我做什么，让他们知道说我过去有这样的行为模式是不可抗力。最后虽然失败，但是我想尽办法改进，以及最后的成果说我在3天后 deliver，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让对方知道说最糟的情况下，如果这件事情再发生，因为我有这样的错误，从中间做到了什么学习，我会多留 buffer time， 做好期望管理，并且就把工作内容写成清楚的文件 SOP， 让其他人要接的时候可以 follow。再来是自我介绍要怎么准备，大家一定要准备自我介绍，基本上就是短直接吸睛。那这边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公式，大概就是1句话讲现在做什么，2句话到3句话讲你过去经历的亮点，最后1句话讲为什么要加入这家公司。那我的建议是应该要根据30秒、60秒、90秒准备不同长度的自我介绍，记得多多练习，才可以很快的留下好的第一印象。那已经2026年了，有没有办法让这一切的准备工作更有系统、更标准化呢？答案是有的。我最近其实正在开发一个 side project， 一个专门为行为设计的 web app。这个 app 的核心目标就是能够让大家一站式的完成所有行为面试的练习，从此就可以告别这个繁琐的手动整理。那无论是准备你的 life story， 利用 AI 依照 STAR 法则重写故事，再将故事分类到常见问题，并自动融入公司文化关键字，这个工具都能够帮
助你系统化的一站式完成，让你能够将宝贵的时间专注在练习。等这个 app 写好，我会再拍一个 demo 影片教大家怎么使用。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你知道准备面试真的超级辛苦，尤其是行为面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又没有很厉害的经验拿得出手，要怎么办？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你在学校做的专案、社团、打工经验，甚至是非相关工作的经验，都可以是很好的素材。关键在于你怎么包装、怎么呈现。基本上你能够拿到面试，就代表你的履历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我今天教的方法就是教你怎么去包装，怎么去呈现，用最好的框架把你的故事说出来。只要你照着今天的方法准备，绝对可以在面试中脱颖而出，拿到你应有的 offer 以及应有的 level。那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会继续分享我在北美求职求学的所见所闻。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想看任何主题，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